怎么样设定目标才是一个你可以达成跟持续前进的目标，并且要告诉你要怎么样做才可以真正的改变你的人生。啾啾溜溜不滑倒，带你体验人生不滑倒。嗨，大家好，我是 Judy。今天这支影片在上的时候应该是圣诞节哦。你有什么计划吗？在这个年末的时候，你有什么新的期许，或者是对明年的一些期望吗？我跟你们一样，以前的我呢，在年末的时候都会先想好明年我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然后我都会买一个很漂亮的记事本，然后把上面写密密麻麻的计划。很多时候都是到了明年的年底的时候，再回顾这一年我做了哪些事情，就会发现很多我年初设定的计划都没有达成。那所以我今天这支影片就要告诉你要怎么样做才是一个你可以达成跟持续前进的目标，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哦。这支影片的含金量非常高，如果你有领悟其中的内容的话，你可能可以受用一生，因为这个方法呢，可以在你的一生中任何时候都可以使用。一开始呢，先讲讲我的故事，为什么我会发现这套方法。就是我第一次发现我的人生一直在重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是在我大学刚毕业没多久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发现我常常好像都是遇到渣男，在感情的部分非常的不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很深入的在想，到底为什么会一直经历一样的事件，好像一直都是遇到男生可能出轨啊，或者是不接电话啊，然后消失啊，这些接二连三一样的事件，然后我就开始思考说，到底是为什么？然后才发现说，哦，原来我之前我的恋爱这个部分就是一直在重复一样的事情，一直在这个回圈里面。然后当时才惊醒，就是发现说，哦，我怎么会一直被卡在这个圈圈里面？于是呢，我就开始找很多答案。我买了很多书，然后很多上课程，然后我去深入的想要找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一开始呢，我会先自省。那自省之后呢，就会发现说，原来是我太依赖对方，就是我太想着付出，然后以至于对方好像把我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这个部分呢，我后来看了很多书之后才发现，原来是跟潜意识有关系。那潜意识上呢，我的这个植入的信念就是，如果我全心全意的付出，那我一定会得到全心全意的回报。就是这一条潜意识的信念，让我一直在感情的路上一直重复这样的循环。所以自此开始，我就知道潜意识的重要性。那我今天要教你的方法呢，就是我这几十年来到了中年这个时候，真正把它系统化成的一个方法，所以你一定要仔细的听。第一个步骤呢，就是复盘过去，还有认识自己。这个步骤很重要。复盘过去，就像我刚才说的我的状况，我在回顾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一直不停重复的感情问题。认识自己就是我在深入的自省的之中呢，我就会发现我这一条有问题的潜意识。自从我发现这一条潜意识信念之后呢，我在更深的挖掘，慢慢的这样一层一层的去问自己为什么，然后挖掘到最后，就会真正的开始认识自己。因为我认为我会全心付出，那对方就会给我全新的回报的这件事情呢，在更下挖，其实是因为我期望被爱，我很缺爱。透过潜意识这样一层一层的问自己为什么，去找到答案的话，你就会一步一步的更认识你自己。所以第一步呢，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找到问题点在哪里。那第二步呢？第二步，因为我们已经发现问题所在了，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一层一层的深入去解析，一层一层的把这个潜意识的障碍拨开。那第二个部分呢，当我们找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就要去深入潜意识着手，把这个问题真正的把它解决掉。前面开头有说，以往我们在年末的时候都会写很多的计划，但大部分都没办法达成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努力要达成这个计划跟目标的时候，通常我们都是在表意识、在表层的努力，可是我们却常常都会忽略掉我们潜意识的影响。
其实潜意识占95%哦，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在努力的表层只有那个5%的部分在努力。所以当然，很多人都会立了目标之后失败，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因为最大的根源问题在潜意识。所以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就要针对我们第一部分找到的问题，去使用潜意识的方法，去把潜意识一层一层的解掉。在潜意识这个部分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改变你的信念哦。最重要的就是等你发现问题的时候，其实问题就已经解决很多了。发现问题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那潜意识的方法有很多种，像是催眠，或者是肯定句或者是NLP 神经语言学，或者是自我框架的技巧，非常多的技巧，大家都可以使用。在这个部分呢，就去针对你的这个问题点，用潜意识的方法去把它解决掉。那第三个步骤呢，当我们前面的这个阻碍你的问题解决之后呢，第三个步骤最重要就是我们该怎么设定目标。设定目标要可以完成的有几个大重点。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很目标明确。很多人都会说我人生的目标就是我要赚大钱，然后我要有自由。可是赚大钱是多少钱呢？自由你要有多少自由？你是要任何时间都可以掌控吗？还是说你只要是可以在外面工作就好，不用在办公室工作，这样就是你的自由呢？所以每一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当你这个目标越明确的时候，你就越能够达成，因为你更清楚，尤其是你的潜意识，你更清楚你要做些什么事情，你要的是什么。目标设定呢，第一大重点就是要明确跟数据化，最好有数字出来。第二个大重点呢，就是你列的目标不要只有一个大目标。一个目标如果太过远大跟庞大的话，很多人一看到就会觉得还很久啦，所以以至于你一直没有一个成就感，因为你一直觉得那个目标在那边，但是你一直没有办法完成，这就会影响到你继续前进的意志力哦。所以呢，我们要把大目标去拆解成很多个小目标。那拆解小目标的时候也有技巧，最大的重点就是你所设的这些小目标，第一要引导你可以去完成那个大目标，第二这些小目标是你确定你可以去完成的。第四阶段就是重新一次这个过程，从阶段1、阶段2、阶段3开始。从发现问题，重新复盘一下你的过去。原来我发现这个问题，透过潜意识的办法之后呢，然后第3个我设定的目标，在完成这些小目标的过程中，我要运用第4个步骤去检视说，我这整个系统，我第一个找到的问题是不是真的有被潜意识解决？然后在解决潜意识之后呢，我在进行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如果你在进行这些小目标的过程中，发现你有一些想法是限制你的话，比如说像我感情不顺，那我解决掉我付出就会得到回报的这个潜意识之后呢，如果我在进行小目标的过程中，我可能又发现说，我做这件事情怎么心里又会冒出一个声音，好像是我不值得被爱。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知道说，这又是找到了另外一条你的潜意识问题，所以你要再重复，在第4阶段你就要再去重复，从第1个部分开始，重新的找到你的问题点，一直不停的重复1、2、3、1、2、3阶段。第4个阶段就是教你在未来任何阶段呢，你都可以使用1、2、3这3个阶段的方法去改写你的潜意识，从根源解决你的问题。那你这个人生中不停在重复一样的回圈的事情，才会有转机，跳出这个回圈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这样子你的人生才会有改变。现在是2024年末了，我针对今天这支影片的4个阶段的内容录制了一部30分钟的 webinar。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下面的链接点进去，然后把这个 webinar 看完。这 webinar 里面会有一些更详细的方法，教你这4个阶段要怎么进行。把 webinar 看完的朋友呢，我有准备一个订立目标的一个框架的手册，要送给你。那希望你可以花30分钟的时间，帮自己做一个小小的投资。可能你看完这一部 webinar 之后呢，获得了这个
订立目标的手册，你可以运用这个手册中的内容去好好的订立你2025的目标，那你就会更容易的在2025达成你想要的目标，并且做到人生上的改变。祝大家圣诞快乐！虽然我的 YouTube 才开始没多久，但是谢谢你们陪伴我了这么多个月。我会继续每周更新影片，希望你有任何人生上的问题，也可以跟我留言分享哦。我很希望可以跟你们做交流。谢谢你们，圣诞节快乐，拜拜！